大家好，運嘅台長啊，今日就係介紹呢個鐵路發展策略2014入邊提出嘅鐵路線啦。好，我講完2021年嗰啲北面嘅鐵路咧，先嚟講2014年嘅，咪你伏味。好，咁首先咧就應該睇一睇報告入邊預計完成咗嘅鐵路圖嘅。不過咧，佢個預計途徑同而家2021年嘅鐵路圖係一樣噶，估唔到佢居然係預計成功啊！咁為方便將來睇嘅觀眾咧，咁就放埋鐵路圖就作參考。跟住咧就係介紹呢個報告入邊嘅7條路線啦。咁與其話鐵路咧，其實都係有啲加啲車站啊，然之後少少咁嘅嘢嘅啫。咁個7個計劃分別咧就係呢個北環線加呢個古洞站啦、洪水橋站啦、東涌西延線啦、屯門南延線啦、新嘅東九龍線啦、南港島線西段啦，同埋呢個北港島線嘅。咁其中北港島線咧就已經開一集嚟講嘅，咁我就要去睇。咁話說呢條線咧由以前建議到而家仲未動工到。好，而家就一條一條咁樣去睇啦。咁呢個北環線咧就係而家最受關注一條鐵路啊。咁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有新嘅計劃啦，咁就係2021年嗰堆嘢啦。咁而家就睇下2014年嘅方案先。咁呢個鐵咧就喺北邊咧就連接呢個東鐵啦，同埋西鐵，即係而家屯馬線啦。咁原本目的就係為咗等北區同埋新古洞發展區嘅乘客咧，就可以轉車去西鐵，咁就費事東鐵咧就好似而家已經接近崩潰啦。咁啊，再因為呢個古洞發展區咧，咁就又多啲客量啦。咁同埋就喺古洞新增一個站咧，佢服務呢個新發展區嘅居民。咁另外仲可以令到元朗區嘅居民咧就可以用翻呢個落馬洲口岸，有方便即係翻大陸。咁詳細嘅車站咧，當時話實際係定案嘅，不過咧總站都係古洞同錦上路噶啦。咁大概咧暫定咧都喺呢個坳頭啦、牛潭尾同埋新田去 set 個站嘅。咁咧仲有一條支線啊，由新田去落馬洲嘅，同埋可能又再東延咧就去平程打鼓嶺。咁呢個就係最新2021年嘅某份施政報告咧就提出呢個北環線東延嘅。咁由於呢個同2014年報告冇關啊，加埋呢個東延嗰圈有少少白痴啦。咁與其行咁多路去轉車咧，咁就即係唔知做乜嘢。咁所以咧，有興趣咧可以睇翻我另外介紹施政報告2021年嘅個北面嗰5條新鐵路嘅分析啊。咁呢個洪水橋站咧就喺西鐵嘅新車站嚟嘅，咁就喺天水圍同兆康之間嘅一個洪水橋嘅新發展區入邊啦。咁其實簡單嚟講就係開咗新嘅站嘅，即係今日服務呢個新嘅洪水橋市鎮嘅居民。咁另外咧又喺呢個施政報告2021啊，咁就話想改做轉車站，佢開多條線喺深圳嘅後岸。咁一樣啦，咁啊詳細可以睇翻施政報告2021年個北面嗰5條新鐵路嘅分析啦。咁呢個站計劃咧就2024年動工，2030年通車，咁造價就41億嘅。咁當然呢個價錢咧夠起呢個紅磡去尖東站嘅延線㗎啦。咁講開西鐵啊，咁順便講埋呢個屯門南延線啦。咁呢條線就由而家嘅呢個屯門站就延伸多個站去屯門南嘅，咁就服務呢個屯門南區啦，近呢個屯門碼頭嘅居民。咁個車站咧，但係喺而家嘅兆禧輕鐵站附近。咁2019年啊，咁佢係建議有多一個新嘅車站啦，延線，咁即係呢個屯門16區，即係呢個而家屯門泳池嘅位置。咁原有嘅屯門泳池咧就搬走啦，咁就而家個位就攞嚟做地站。咁當時預計嘅進度咧就延期緊㗎，咁啊最新就係話2023年動工，30年就通號車。咁跟住又講呢個東涌線啦，咁佢就計劃西延一個站啦，去呢個東涌西站。咁個車站就喺一個日東村嘅西面啊，咁啊車站再西面亦都有一個東涌西嘅發展區，咁將來亦都應該會再發展嘅，咁啊所以呢個車站就服務日東村啦，同埋東涌西區嘅新嘅居民。咁啊亦有提及話喺東涌北嘅填海區咧，可能加個東涌東站啦，咁服務呢個東涌東北嘅居民。咁話說一個站咧，不如唔好用東啊西啊，咁越亂啦，好嘛？咁啊，另外2014年就建議啦，咁就話2020年動工，咁啊2020年咧就建議2024年動工，就2029年通車。咁另外咧就唔喺個計劃度咧，咁後尾亦都有話，不如起碼小蠔灣站啦，佢就喺呢個小蠔灣車廠附近，咁就做一個小蠔灣嘅發展區。咁跟住呢個就係新版嘅東九龍線啦，點解講新咧？因為之前話1970年版嘅就係而家嘅屯馬線就係鑽石山站至紅磡站呢段啦，咁而家就新嘅就又係叫東九龍線，係新嘅版本，就係服務呢個觀塘線以北嘅一條新嘅鐵路線啦，亦都係報告入邊唯一一條全新嘅路線，終於咪延線車站啦。咁列車由呢個鑽石山站出發咧，繼續途經呢個彩雲村啦、順天村啦、秀茂坪區啦、寶達啦，之後就一路穿過座山咧，去到寶林站咧，跟住轉成將軍澳線嘅。咁由於呢個順天順利同秀茂坪嘅居住人口其實幾多嘅，咁加埋呢個新嘅安泰啦、安達啦，咁亦都需求好龐大。咁因為
有住嗰頭咧，咁落山嗰條馬路其實喺繁忙時間已經成日塞車㗎啦，尤其是落孫中山嗰個位。加埋呢條線啊，其實可以分流翻部分觀塘線啦同埋將軍澳線嘅乘客。咁所以佢就建議起呢條線啦。咁不過佢哋咧就話個走線要克服翻呢個山勢困難先，咁先可以起到嘅。咁其實點解唔用升降機咪得咯？好似港大咁。咁另外就係建議個車站可以做翻調整啦，服務更加多人。例如咧，可能延去慈雲山啦，喺康盛同埋科大交流站咁樣。咁佢建議落實時間就係19年至25年啊。好嘅，咁除咗而家開嘅南港島線咧，就其實係東段之外咧，咁其實政府亦都有計劃南港線西段嘅。咁西段就由呢個香港大學站出發啦，首先就向南去瑪麗醫院，亦都即係薄扶林，跟住就經數碼港站啦同埋華富嘅村嘅嗰個站，跟住就向東啊，就經田灣同埋香港仔咧，就去黃竹坑咧，就轉乘東段列車。咁呢條線主要服務香港仔啦、田灣同埋華富嘅乘客，咁另外仲有啲薄扶林站嘅人流，跟住係減低呢個薄扶林道同埋香港仔隧道嘅車流量啊。咁嗰時就計劃話要喺2021年落實嘅，咁就可以喺2026年通車。咁跟住就北港島線嘅嘢咧，就叫你睇翻自己片啦。咁總之份報告咧，政府就話市民嘅意見決定用翻交匯嘅方案，咁啊費事港島線長時間嚟停運啦，同埋唔會影響市民嘅搭車嘅習慣。咁嗰時就話2021年至2026年落實啦，反正通車時間未知啦，動工時間都唔知。咁另外除咗呢啲重點嘅推展線之外咧，咁報告咧就有更加多將來可能可以起嘅新嘅鐵路線嘅評估啊。佢一份報告啦，亦都提出咗另外3條鐵路線啦，分別就係呢個港深西部快速軌道、呢個屯荃鐵路同埋小西灣線嘅。咁呢個港深西部快速公路咧就3段鐵路組成嘅。咁啊，分別就係呢個香港機場至深圳寶安機場嘅主線啦、前海區至洪水橋嘅支線啦，同埋屯門至北大嶼山嘅支線。呢個報告咧就對呢個服務嘅目標客群咧就輕輕帶過啦。咁所以以下咧全部都係個人分析㗎啦。咁呢個兩地機場線就會提供2個機場嘅中轉服務啦。咁預計同大陸之前提出過大灣區嘅機場嘅整合計劃有關啦。咁詳細本上開集講嘅，不過咧網上資料實在太少啦，搞到我都懷疑我係咪 FF 嘅出嚟嘅，都冇揾唔翻出嚟，咁所以就唔知個計劃詳情啦。咁大概咧就係整合翻呢個成個廣東省機場啦，咁就俾香港去同深圳咧就合作啦。咁香港就會做離境國外線啦，咁深圳就會做國內線啦。咁中間就用鐵路連接咧，咁就方便啲人喺2個機場之間轉機啦，即係大陸經香港轉機咁嘅樣啦。咁其他計劃咩澳門機場唔做啊嗰啲就跳過先。咁前海同埋洪水橋支線咧，咁就可以參考翻之前報告2021嘅鐵路分析，即係港深西部鐵路啊，冇錯。咁最後咧就係呢個屯門至北大嶼嘅支線啦，咁由屯門南咧就經港珠澳口岸啦、機場啦同埋東涌再過去小蠔灣。咁報告就因為呢個經濟效益同埋成效問題咧，就未加去呢個主要發展度嘅。咁興建價錢都超過1000億，我講多咗啦。最後就係屯荃鐵路啊，本來就我計劃第17集嘅內容，因為咧我就諗到減低興建成本嘅方法啊。咁早知我到時就決定講唔講啦。咁呢條線本身就由荃灣西出發嘅，經過灣景花園啦、深圳東啦、青龍頭啦、掃管笏啦、三聖啦，就去到屯門或者屯門南嘅。咁由於人口唔多啊，價錢又貴啊，咁居民氣慳嘅時間又少啊，又轉車，所以完全冇計劃興建嘅。咁啊，我方案咧就只可以減低成本嘅，咁其他問題解決唔到啊，所以我都唔係好支持啦。咁至於呢個小西灣線都有3個方案連接小西灣區啦，咁分別就係延線啦、支線啦同埋接駁線。咁接駁線咧就由杏花邨起條中運量嘅新線走去小西灣站，但係佢就要同其他交通競爭。咁支線一樣就係由杏花邨啦起條鐵路去小西灣，因為同呢個柴灣就分唔同嘅鐵路班次啦，咁好似康城站咁樣支線。咁就不過柴灣站咧就班次就疏咗。咁仲有延線就由柴灣延一個站去小西灣啦，不過就兜一個大圈翻去，而喺中間都有啲建築物去擋住啦，咁要拆咗啲建築物先可以做到。咁所以就話要進一步考慮研究翻個經濟效益先可以決定起唔起。咁最後咧就嚟睇下呢啲鐵路而家嘅進度啦，就係乜都冇啦，咁啊所有計劃都未開始動工到啊，所以就問下各位想邊項計劃最先完工開始通車咧？今日選項咧重複多次。就係北環線加古洞站啦、洪水橋站啦、屯門南延線啦、東涌西延線啦、東九龍線啦、南港島線西段啦、北港島線啦、港深西部咩快速線啦，跟住咩屯荃線啦同小西灣線嘅，跟住下面留言啦同埋講下原因啦，就讚好啦，分享出去，咁我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